社畜时代这个词汇早已深植于现代职场文化，形容着那些为了企业付出极大努力，生活中却失去了自主性和尊严的人。这是一个自嘲与反思的用语，折射出在奋斗的过程中，我们是否不自觉地成为了生活的奴隶。在这个时代，社畜的特征如长时间工作、失去生活平衡、无尽的加班等，已经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引起了对于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深刻反思。社畜时代的广告在社会中引起共鸣，特别是对于那些每天忙碌于工作的通勤上班族，工作压力不仅在工作时间内存在，甚至在休息时间，工作的思绪仍然缠绕。这种现象使人们开始质疑，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定位？是否真的值得为了工作而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品质？活在社畜时代，或许都曾经陷入长时间工作的奋斗，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在这个时代，加班似乎成了家常便饭，生活的平衡被打破，人们不禁怀疑，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否值得？社畜的心声反映了对于现代职场文化的反思和对于生活意义的深刻思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需要重新思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找回自主权，拥有更有意义的人生。社畜一词源于日本企业底层上班族的自嘲用语，形容那些为了企业付出极大努力，却在生活中失去了自主性和尊严的人。这个词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流行，后来在东亚地区逐渐广泛使用。这是一个自嘲或嘲笑的词语，用来反映人们在工作中过度奋斗，生活被繁忙的工作所充斥的现象。社畜时代的广告在现代社会引起共鸣，特别是对于通勤上班族而言，这些人经常感到工作压力，甚至在休息时间仍然被工作所困扰。这种现象让人反思，难道我们真的成为了社畜？工作已经深深地定义了我们的生活价值吗？社畜的特征之一是长时间的工作，忙碌到忽略了基本的生活需求，如睡眠和饮食。人们可能不自觉地进入上班模式，即使在休息时间，脑海中仍充斥着工作的思绪。这种现象反映了社畜生活的压迫感和无奈，以及对于生活缺乏平衡的不满。社畜的另一重要指标是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和加班无薪制。人们匆忙地到公司，像上紧发条的木偶一样开始工作，而下班时往往是一种不知不觉中度过了好几个小时的感觉。即使下班后回家，仍然被那些无尽的工作思绪所困扰，似乎再也无法摆脱工作的束缚。尽管一些人可能为了使命而努力，但长期以来，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使人感到压抑和厌世。人们或许不禁开始反思，是否真的值得为企业付出这么多，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社畜的心声或许在反思中找到共鸣，也可能让人意识到价值不应该仅仅由工作所定义，每个人都应该有权自主地定义自己的好。在这样的社畜生活中，每天都像上演一场无尽的奋斗，疲累感彷佛成了生活的常态。即使身体感到极度疲惫，却还需要应对脑中无穷的待办事项，形成了一种处于工作和生活交织中的无奈境地。这样的生活虽然看似忙碌充实，却也可能导致身心俱疲，不知不觉中迷失了自我。有时候，社畜的生活被描绘成一场赌局，赌气要使命必达，但往往最终的代价是付出了太多，却换来了心灵的空虚。这种赌局让人在工作中迷失了自我价值，怀疑生命的真谛。年轻时的冲劲或许能够短暂地支撑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很容易感到疲惫和无力。然而，这样的社畜生活并非绝对无法改变，人们或许需要反思，是否真的值得将自己变成一个卑微的牲畜，为企业的利益拼命奋斗？生活中是否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等待着去追求？社畜不仅仅是一个词语，更是一种思维方式。透过改变思维，或许可以找到更多属于自己的可能性。最终，社畜的心声反映了对于现代职场文化的反思和对于生活意义的深刻思考。
人们或许需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重新评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让自己不再被繁忙的工作所淹没，找回生活的自主权和尊严。在这个社畜时代，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更加有意义和快乐的生活。当人们被社畜生活所困扰时，这种困境可能表现得五花八门。有些人可能每天早出晚归，长时间地沉浸在工作的繁忙中，他们可能失去了与家人、朋友共度的时间，甚至在休息日也难以释放工作的压力。社畜的生活中，加班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即使有了充裕的工作时间，许多人仍然不得不面对无休止的工作量，甚至可能在没有加班费的情况下努力工作。这种现象让人不禁思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否已经被打破？是否值得为了工作而失去休息和娱乐的机会？社畜的心声中，人们或许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长时间的工作中，他们可能会失去对生活的热情，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这种无力感可能会转化为对未来的迷茫，让人陷入一种对于人生方向的深刻反思。社畜的生活可能导致身心的疲惫，长时间的工作和压力可能使人感到身心俱疲，导致生理和心理健康的问题。失眠、焦虑、抑郁等问题可能成为社畜生活的副产物，进一步加剧了困境。面对这样的困境，一些人可能会试图找到改变的方法，寻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这可能包括学习有效的时间管理技巧，设定明确的工作界限，以及寻找能够带来满足感和快乐的生活元素。然而，要真正摆脱社畜生活的束缚，可能需要更大的努力和对自己价值观的深刻思考。社畜时代的你我他，我们共同面对着一个充满挑战的现实。在这个时代，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成了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课题。或许我们曾经在奋斗的岁月中感到疲惫，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但现在是时候重新定义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了。社畜时代的我们或许曾被工作所束缚，但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我们应该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时间，去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工作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而是实现更大梦想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寻找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路上，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找回生活的自主权。或许曾在这无穷的奋斗中感到困惑，但让我们一同勇敢面对，改变自己的思维，寻找更多属于自己的可能性。社畜不仅仅是一个词语，更是一种思维方式。透过改变思维，我们或许能够找到更加平衡、有意义的生活，拥有重新塑造自己人生的力量。让我们勇敢迎接更美好的明天。